清晰。R9S OPPO 拍照手机。死者是在运动中突然头部被撞击导致的颅骨骨折，的确有些像是意外摔跌导致的死亡。所有的鞋印都出自同一双鞋，也就是说，只有一个人来到这个芦苇荡。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剖，因为死者家属不同意，谁也不准动尸体。那你现在能断定这就是一个刑事案件吗？我现在更加肯定这是一起命案了。死者已经是最弱势的人了，只有我们能帮助他。他是被人控制住双手之后摁向地面，撕扯住头发，反复撞击地面导致重伤。重伤之后被抛弃在荒郊野岭，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。看来这里的确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你能不能刻画一下犯罪嫌疑人？我认为应该是死者的赣二自喜好。我没有杀他，真的是一个意外。你怎么了？你再次把他放开！这是法医的尸检报告，怎么死的上面写的一清二楚？你还要跟我撒谎是吗？之前我跟你说的贷款的事考虑怎么样？你知道给你治病花了多少钱吗？咱家不能只出不进，所以我要赚钱。要赚钱就必须得贷款。明天你跟我去银行把手续办了啊！听见没？好吧。不过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当时的确是他上来动手先打我的，其实我完全是自卫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啊，贷不贷款？不贷。嘿，你这老头，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了啊？你跟我说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敢动手？我抓住他的双手，轻轻推了一下，他就倒在地上。我刚想过去扶他，谁知道他站起来跟疯了一样，打我打得更厉害。我当时一生气，拽着他的头发，在地上磕了几下。老东西！说话呀！说话！哎！我过去探了一下他的鼻息，发现他没呼吸了，我立刻就慌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后来我想了半天，把他藏在芦苇荡里才放心。电视上那种探鼻息都是骗人的，呼吸要是很微弱的话，手指根本无法感受到空气的流动。这又是一个被电视剧害了的孩子。你说有时候骨肉亲情真的比不上金钱吗？哎，还不知道后面的结果呢。后面的结果都推断到了。聪明豆吃多了。不是，你说他怎么就不接我电话呢？肯定是你作的呗。是犯罪分子作好不好？他们不仅破坏社会的治安，而且还破坏我个人的感情问题。你一直在喊宝宝，可是我们从来都没见过。老秦，你见过吗？没有，而且我十分怀疑这个宝宝是不是真的存在。你们这个怀疑也太恐怖了吧？那岂不是我每次打电话都是在假装自己有宝宝？那我也太苦逼了。薛定谔的宝宝，没有亲眼见到的宝宝，就是不存在的宝宝。他刚才都答应要过来了，这不是我们在芦苇荡没有信号吗？错过几个他的电话，让我就生气了。
我就说啊，让他当几天我们的同事，他就知道我们的苦。那不一定。心理学统计显示，同行结合的失败率是59%。所以，那你们俩，宝宝。来了。你好，你的快递。哦，谢谢。谢谢啊。真好看！哎呀呀，我知道了，秦明他不是弯的，他是个双。你是？走。宝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改变一下自己不行吗？行行行，你随意。没品位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吃饭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吃饭，我叫你吃饭，你听没听？你听没听见？听没听见你？啊！不想吃，不想吃也得吃，赶紧出去吃饭去。他爷爷，那个话能不能好好说？你干嘛要打孩子？就叫你给惯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爸你妈把你扔给我，我就得管教你。你可倒好，整天出去鬼混，现在混着饭都不想吃了。你不吃饭饿死，谁管啊？还不得我管？谁让你管？饿死算了。好，哎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爸，爸。鬼火！完了完了，这是个恶鬼！恶鬼！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我对不起你，大龙，大龙，我对不起你。鬼火，朋友圈都传疯了，而且好多人都目击到了，说是湖面突然出现蓝色的火焰，还会跟着人跑呢。
你天涯论坛逛多了吧？人民公仆你还信这个？我知道你不信，你是女汉子嘛。你要说这个，我就找你唠唠了。人体绝大部分是由3种元素组成，你知道是哪3种吗？就知道你不知道，是由碳、氢、氧3种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元素，你知道吗？就知道你也不知道，还有磷、硫、铁。人体的骨骼里啊，含有大量的磷化钙。当人死了，咔吧埋在地上，然后人体腐烂了以后呢，人体内的磷会由磷酸根的状态转化为磷化氢，磷化氢遇到氧会自燃。这些以前你们没有学过吗？我这读书的时候，不都忙着追小姑娘了吗？很好，那我就接着给你科普一下。当人体移动的时候啊，脚周围的空气压强小，流速快，这个时候磷火就会在大气压强的作用下跟着人体移动了。不是，你说的那个磷的燃点是多少？40度啊，白磷是很易燃的。哎，对啊，哪个地方的晚上能有40度啊？所以呢，现在对于这一情况是有2种说法，还存在着争议。你们知道全国都已经推行火葬了，所以说鬼火的出现条件无限趋近于0，只要有鬼火出现，很可能就有腐烂的尸体。那没准是死掉的狗呢？那没准是病死的猪呢？麻烦让一下，谢谢啊。那边。尸体闻着像是高度腐烂，轻则是巨人观，重则是大部分白骨化。没有腐，是不是我鼻子坏了？你鼻子没问题，的确是重度腐烂，还有轻度白骨化。但是这只脚上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，这个很奇怪。确实。来，拉出来。还是个孩子。死者身份确定了吗？还没有，也没有家里人报案。这附近垃圾桶几天一清啊？很久都没有清理了，因为小吃街新建了一个垃圾站，他们把垃圾都送垃圾站去了，所以这里形成了一个死角。这里围观群众太多了，避免造成恐慌，我们还是带回去尸检吧。好，注意保护好尸表皮肤，千万不要破坏。好。要我们搭把手吗？不用，需要保护尸表，还是我们自己来吧。那不是卢真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卢真呢？他肚子上有胎记啊！你们是死者朋友吗？我们跟他不是太熟。哦，对了，顾风，你不是他好朋友吗？你说是不是他？那小孩，别害怕，你是死者朋友吗？那过来吧，协助我们调查。尸体高度腐败，死者面部近白骨化，尸体右侧白骨化，四肢腐败，双手及右足表皮近脱落，已经露出白绿相间的皮下组织。但是很奇怪，他的左脚没有腐败，脚踝上方5公分处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，分界线以上尸体腐败严重，有蛆虫蠕动，但是分界线以下呈现新鲜尸体的状态。这一点的确非常奇怪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独特的分界线。
般来说，有腐败差异都是渐变式的，很少会有这么笔直的一条分界线。从蛆的长度上来看，死者死亡时间应该有5天左右了。有苍蝇是正常的，问题是苍蝇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。而且就算是在垃圾桶里找到的尸体，也不至于会有这么多的蛆虫。我们还是先把尸体表面清理干净再说吧。好。孩子，不用紧张，知道多少就收多少。跟我讲讲卢真吧。我和卢真是好朋友，他妈和他爸早就离婚了，不住在这儿。他爸在外面打工，家里有他后妈和他后妈带来的一个弟弟。那他平常有什么仇人吗？有个叫李毅的混混，外号叫黄毛。小刘，去查一下。是。他们什么矛盾啊？卢真以前经常惹事，李丽是收保护费的，所以卢真得罪过李丽。最近这几天呢？他们好像打过架。6月19号那天，你见过卢真吗？没有。林队查到了，这小子是咱们局里的常客，打架斗殴还有收保护费，他样样都沾。林队，死者身份确认了，就是卢真。死者名叫卢真，男，13岁，是龙帆市第2中学的学生。他已经失踪5天了。死亡时间初步判断也是5天，这说明他很可能在失踪当天就丧命了。他的亲生父母离异之后，他的抚养权判给了他的父亲。他父亲后来又再婚，跟现在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小孩。目前，他的父亲正在外地打工。你们说，这个孩子是不是想在垃圾桶里找什么东西，然后不小心意外身亡的？不可能，这不是意外，是他杀。经过尸检，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在死亡当天身上呈现出了很多种形态不一的伤痕，一共分为4类。首先，尾骨处有一个很明显的创口，这应该是击打形成的。只有剧烈的打斗能形成这样的创口，打人者很可能是个左撇子。那我们就要先从仇家开始入手，左撇子哈。第2种伤痕出现在死者的双臂还有身体双侧，是这种椭圆形的伤痕，但是具体的成因我们现在还并不清楚。第3种伤痕出现在腹部还有下肢的这种 U 型伤口。来，我们把尸体分类一下。最后一种在腰背部，是拖擦伤，分为2类，一种应该是在生前形成的，可能是摔跌导致；另外一种没有生活反应，应该是在抛尸过程中形成的。拖擦的痕迹明显，说明尸体曾经被拖行了不短的距离。没有选择背尸，说明抛尸者的力气应该不大。管理，我们先检查一下死亡原因。好。在死者的口鼻处的表皮有一些暗黑的区域，说明口鼻腔有可能遭受过捂压的过程。我看一下有没有玫瑰痣。没有红色，应该不是窒息致死。的确不是。我们通过胃内容物查一下死亡时间。我闻到了一股麻辣火锅的味儿。案发地点是小吃街附近，所以说有麻辣火锅也不奇怪。但是现在是分不清是中午吃的还是晚上吃的。我觉得一个孩子应该不会一个人去吃火锅吧，肯定是一群人。死亡原因找到了，脾脏破裂。
应该是外伤所致。对，外伤性脾脏破裂导致的腹腔出血性休克。伤口这么多，还这么集中，看来这个凶手够残忍的。这个孩子案发当天到底经历了多少事儿？死者身上这些截然不同的伤痕，来自于不同的作案工具。可是一个人在打斗中不可能形成这么多不同的伤痕，现在不能排除多人作案的可能。也不能排除多人多次作案的可能。我们现在只有找出每一处伤痕下对应的致伤者，才能找出真正的凶手。死亡时间已经将近5天了，案发时间过得越久，找到真凶也就越难。这个案子看来不会简单。在这儿，往这边走。来，李丽，出来！李丽，我知道你在家，出来！李丽，李丽，站着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退队！19号那天，你到底对卢真做了什么？6月19，你说什么？我不太清楚。少跟我装傻啊！你打人的伤疤明显的很，法医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是你干的。我不就打了那2下吗？他竟敢跟我顶着干，我这不出手，我还怎么混下去？我就打了那么2下。都算便宜他了，便宜谁了？那他妈是一条人命！人命！他死了。是啊，这就是你说的打了2下。好的，好的。你们2个说过多少回了，要乖，这算什么呀？就这样。哎，你在我地盘抢钱抢顺手了是不是？谁的地盘？我地盘。这他骗我了？我地盘，我地盘，我地盘。为什么这么抗打？来呀，接着打呀！怎么的？接着打呀！来，滚远点，不要再让我看见。接着打呀！这就是我的地盘，来呀！卢真那小子真他妈抗打，把我的手都给打破了。他倒是没什么事儿。你都打到哪儿了？我就打了他脸2下，让他流了点血。只打脸吗？对呀，庞超打卢真打的比我狠多了，你怎么不去问他去？庞超？庞超是谁？查一下。查到了，庞超是龙帆市第2中学的学生，他爸是我们市的领导。看来这个眉骨挫伤确实是他打的。没错，他是左撇子，所以才会打出右眉骨挫伤。不过致命的 U 型伤口又是怎么形成的？庞超是卢真的同学，那我们就先从他调查开始吧。
学生们都在上课，但是他不在。老师说啊，经常去附近的一家拳馆打拳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这帮小屁孩，走。嚯！那就是庞超，天天逃学不上课，拳打得倒不错。要不我把他给叫过来？啊，不用，我们想单独找他聊聊。好，那你们去吧。好，下课，下课。你叫庞超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们是警察，有些问题想要问你一下。认识卢真吗？认识啊，跟他什么关系？朋友关系。那为什么听说你经常打他？他是我的陪练，我打他很正常，我给他1节课50块钱呢。6月19号那天你见过他吗6月19号。哦，见过。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？那天我们俩打了拳击之后，他说他要走，我就请他吃了顿火锅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这个季节吃点火锅最爽了。其实啊，俺是不吃辣的。大老爷们不吃辣行不行啊？我是不挑这饭馆的。没关系，反正这也最后一顿，最后一餐吃顿火锅，哎，就当对这地儿告别了。他死了啊？对。他的死绝对与我无关。我们练拳击的，大宝，打拳都是有分寸的。但是这个呢，手不疼。头这么好。再说了，他是我的兄弟，我怎么可能打死他？你们绝对搞错了。打一个地方。让开，别打。第二种伤痕出现在死者的双臂还有身体双侧，是这种椭圆形的伤痕，面积比较大，但是边缘清晰，并且重复多次出现。但是具体的成因我们现在还并不清楚。这拳套打出来的凹陷好像和尸体上的椭圆形痕迹确实差不多大，比拳头面积更大，也更柔软。尸体上的伤痕的确是由拳击手套造成的。小朋友，你知不知道卢真为什么愿意做陪练挨打？他是很缺钱吗？那肯定的，他看钱的眼神都发光。那他需要这些钱来做什么呢？他说他要离开这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赚钱到底是为了啥？你要是不告诉我，这钱你可别想拿到了。车票，车票，我要买张车票。啥车票啊？你真的要走啊？你说真的？你要去哪儿啊？问题回答完了，拿钱来。给。哎，你这样，我再给你加50。你告诉我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再给我100，老子不要了。那你还回来不？咋的？回来还让你打呀？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。穷讲究，小心没朋友。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就是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一会儿每人得多给我5块钱啊，因为你们加了鸡腿儿。你没给自己加吗？我没舍得加。像姐这样的颜值和性格，这辈子估计是靠人养是没戏了。我还得攒钱呀，还得养父母呢，得省点儿。不要这么悲观嘛。悲观的看待，乐观面对吧。
今天那个孩子也是够惨的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父母都没出来照个面。不是每个家庭都是圆满的，不幸才是常态。别这么悲观嘛。这是命运，谁都摆脱不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说点高兴的事情吗？开心的事呢，就是这个孩子身上的伤有一部分的来源我们已经搞清楚了，还有更多的伤口我们还没分辨出来，尤其是那个分界线，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。行了行了，不说了好吗？先吃饭啊！一会儿呢，你们陪我去一趟卢真家，说不定还能发现新的线索，是不是？好。这个鸡腿钱我不想给了。你凭什么不给啊？还没吃呢就脏了。鸡都为你死了，得给啊！警察同志，凶手抓到了吗？还在调查中，有结果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家属的。我们家罗真刚13岁，你说他得罪谁了？妈妈，我有点饿了。那有吃的，你自己去吃去吧啊。我们家的情况可能你们也都知道，我不是卢真的亲妈，可她从小是我带大的，她爸这么多年也不管我们，现在她出事儿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交代。您也别太难过了，我们能随便看看吗？看吧。嚯，这房间朝向还挺好，阳光充足。我觉得这么看的话，他后妈对他还挺好。这房间里就一张合影，还是卢真和顾风的，看来他俩关系还真不错。这孩子没撒谎。这是谁啊？可能是卢真的生母。卢真的生母。我听说他在卢真很小的时候就跟他爸离婚了，就抛弃了卢真。把饼干泡在牛奶里，小朋友，你很会吃吗？啊？嘿，不要脸！你抢小朋友的饼干吃。禽兽！您小儿子的腿是？哦，是半年前，卢真带他出去玩，出车祸撞的。行，那不打扰了。谢谢啊，再见。再见。附近有水塘吗？有啊，我带你去。大宝，哎，走了。哦。
着威胁，一眼谎言，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梦是鲜血，绿是枯竭。黄灯彻夜，闪我不眠，有需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血将他的纯挚的整了死结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隔间，这些我来分辨。吹着口气，横对冷眼，触摸黑夜，如墨如烟，回首起无还佛心。我知道鬼火在哪儿。什么鬼火？还记得一开始微博上的鬼火传说吗？朋友圈都传疯了，湖面突然出现蓝色的火焰。网上的鬼火传说出现之后，凶手害怕尸体被发现，再一次转移了视线。也就是说，最初的抛尸现场应该就是这儿。我能不能理解成为陆真在死之前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你？唯独这个致命伤，我们却毫无头绪。在哪儿了？有人投江了！在哪儿？死者是被杀害之后抛尸入井的。李军，千里军，我们村的千里军。